联盟舰队。我们太阳系中的银河指挥部包括：一、木星指挥部，位于太阳系外围的小行星带之外，主要任务是把地球隔离区清理出的所有负面实体，通过木卫三分类设施送往银河中央太阳。二、阿斯塔指挥部，位于太阳系内围，主要任务就是解放行星地球。三、亚特兰蒂斯指挥部，目前还不能多说。自从我们冥想以来，银河指挥部队已经开始了行星解放的下一阶段。他们现在在我们的太阳系中拥有非常强大的临在，这里相对准确地描述了这一点。这篇文章部分摘录如下：祝福大家，我们带着更多信息到来。你们有许多人可能想知道我们如何在你们太阳系中布置各种舰队，你们可能也疑问过每个舰队的功能如何互相关联。首先，我们的舰队位置分为3个环状带。第一环状带围绕着地球母亲以及它的伴星，也就是月亮。这支舰队包含超过100万艘飞船，大多数是小型非武装的侦察基建及运输基建。他们的任务就是观察你们还有你们的世界，统管舰队的运作，并运输某些无法传送到我们基地的物资。我们的基地位于你们所有的大陆、海洋和海域之下，连接到地球内部庞大的水晶城市还有社区。另一组基地在你们的月亮之上，它包含了庞大的指挥网络和研究设施。这些基地为我们提供渠道，用以监控你们的秘密政府收集的时空与跨维度武器，而这些对我们不会产生潜在的威胁。围绕在这第一环状带，也就是内环状带，呈辐条状的，包含许多数量的特殊联络还有防御舰队。他们的目的首先是监督，然后在必要的时候采取有效的反制措施。我们的目的是杜绝你们的秘密政府继续使用可能威胁到我们地球盟友的任何武器。我们已经建立星际基地来关闭任何跨维度的星际门户，并且仔细监测在自然时间波动中的任何人造的扭曲。请记住，物质层面实际上是由居住者的集体心智信念和神圣计划的指令共同创造的幻象。在这种状况下，自然模式的发生是时间与光的结合汇集形成了空间，由此来创造实相。黑暗有限的意识社会利用这些自然模式来构建可怕的武器，改变实相，变异维度，扭曲或者限制时间的流动。你们的秘密政府已经拉拢了许多发明家和科学家，并将他们的工作与许多地外技术合并。秘密政府的其他科技能够改变你的物质身体、心智体和情绪体。他们的卑鄙目的是对你思想的最终控制，最后他们就可以完成大约13000年前亚特兰蒂斯沦陷后遗留下来的未完成的基因改造。我们的使命是消弭和阻止所有这些技术的大规模采用。每天，天堂都在按计划完成一个漫长的过程，让你们恢复全意识。我们再一次警告那些秘密政府中的人，那些仍然坚信他们可以阻止这种神圣行动的人，我们不会容忍这种尝试。因此，我们建立了一个由科学家和相应联络人组成的完整团队，他们正在搜集这些计划，并且限制其有效性。适当应用这些技术可以大大地协助天堂的创造。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最诚挚的欢迎全面揭露在过去2个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暗地犯下的罪行。这些行为阻碍了你们恢复权意识。第2环区舰队总部设在火星，这些支持团队主要由非人类形态的存有组成，其中许多将在第一次接触开始后介绍给你们，其他则会等到你们恢复权意识后来介绍。在这第2组舰队当中，包括一些小行星大小的母舰，其目的是扩大最内圈船舰的研究还有观测。他们还有许多涉及武器和技术的任务，这些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经提供给了你们的秘密政府。大部分这种技术是由地外星际国家、星际联盟和星际帝国提供的，他们的船舰可以在这里被找到。在火星上，地上和地面基地网络充当着这个极其多样化舰队的控制和指挥的部分。这些银河联盟人员也忙着准备火星母亲，好迎接你们大批的到来。这会在你们完成全意识之旅后进行。在第2和第3环之间的是大量特殊的行星大小的指挥舰，来自我们科学与探索舰队，它们将作为第一次接触任务的主要指挥舰。标准程序是隐藏这些船舰，并使它们远离你们许多太空望远镜的窥探。这些望远镜的实质目的就是要找到我们。我们会时不时的短暂的让其中一些母舰显现，以便向你们的秘密政府表明我们仍然在这里，并且不打算离开。我们知道你们的天文学家偶尔对这些飞船的目击并没有被报道出来，他们害怕遭到报复，不论是来自他们的同僚，还是来自那些给他们经费的人。你们的秘密政府最害怕这些船舰，因为他们完全意识到了这样一支舰队的能力。他们也知道自己能做的任何回应都是微不足道的。这里我们重申，我们是仁慈的存有，在天堂的全面监督下进行运作。我们庞大舰队的最外环是迄今为止数量最大的，它包含数以百万计的各式各样不同的船舰，母舰的大小从远洋游轮到近乎海王星或者天王星大小的都有。这些母舰是我们的最终支援，作为只有在必要时进入第2环的组件。他们向所有潜在对手宣告，地球母亲和你们的太阳系显然正在经历一场转变，没有任何存有，无论是有形态的或者是无形态的，可以阻止这场转变的到来。在这个环内的是主要的传输站，可以回到我们浩瀚的家园世界。在这里也有服务着庞大舰队的飞航协调员，他们协调所有的船舰移动于这些环状带之间，与跨星系或者跨银河系之间。我们的舰队也分为2个组别，第一个也就是较小的一个，有很长的工作周期，包括我们的主要指挥人员以及我们许多的医疗和行星团队。第2组的人员更加临时，由光之银河联盟的成员舰队组成，他们非常希望成为近代银河系历史上最重大事件的一部分。我们深知需要照看你们是我们最大的挑战之一，也是我们最大的喜悦之一。每个医疗和行星团队都充分意识到地球母亲和你们正在经历的事情。我们小心地观察着，在天堂允许时进行干预。我们舰队的每一次行动都来自于你们世界发生的事件。我们整个团队都在等待第一次接触，而其意义是
我们银河系历史上接下来的重大阶段的起点。我们的第一次接触指挥团队负责这个庞大的舰队，其中包括我们所有的联络委员会和舰队指挥官们，还有一个特殊的部分，包含你们当地的灵性阶层。亲爱的朋友们，请记住，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神圣的，天堂召唤我们，所以我们前来。在第一次接触的行动当中，要控制如此庞大和多样化的舰队是非同寻常的。通常来说，单个的科学探索舰队能够快速简洁地完成这项任务，然而这一任务却是独一无二的，它至关重要，它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而且持续时间比平时更久。我们可以容纳如此种类繁多的船舰，与此同时仍然有能力完成这项任务。亲爱的朋友们，请相信这项任务将会达成，并且每一天都会越来越接近第一次接触。阿斯塔指挥部的母舰，有一些母舰停泊在你们大气层高处，其直径约100英里，它们包含整个城市，有花园、草地、树木，还有可供数百万人居住的住所。有很多来来往往的小型船只，是来自其他船舰的。在地球人眼中空旷的空间里，存在着大量的活动。我们具有隐形的能力。当我们的飞行器以超光速行驶时，我们的确会变得肉眼看不见。据说，其中7座伟大的珍珠白色太空城市已经准备好作为天堂旅馆，其尺寸各异，直径大约为100英里不等。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母船有12层。第一层，底部，运输出入口，包括上岸平台、停泊船坞、放置处、维修部门、储存区和登记总部。第二层，一个巨大的储藏室，军需甲板，包含各种补给品，这是一个完美无瑕的仓库城市。第三层，一个巨大的动物园，包括畜牧业研究和鸟类的栖息地，以及来自许多世界的生物。第四层，农业研究，它就像一片广阔的农田，有精心照料的蔬菜、花园，还有果园。大部分作物是蓝色而不是绿色的。第五层，所有技术人员和服务于下资层人员居住的中心。第六层，休闲层和草木茂盛的景观公园，适合所有年龄的居民。第七层，医疗中心，有病患设施、牙科护理、生物研究、飞船实验室和所有医务人员的宿舍。第八层，为撤离地球的人准备的住房，它包含适合个人和家庭公寓的特等客舱，有无数的联合用餐区、社交大厅、托儿所、洗衣设施和信息办公室。第九层，综合性大学、智慧大厅、庞大的图书馆、无尽的音乐厅和文化爱好场所，适合所有年龄层的学习大厅、音乐室和电脑教室。第10层，给来自所有维度重要访客的特别公寓、外星人的营房、客舱
还有公寓，配有多个分散的会议室，以及美丽宽敞的餐厅，还有休息区。第11层，阿斯塔指挥总部和圆形大会议厅。从地球撤离的人会被带到这个大厅，来参加需要聚在一起的团体聚会。指挥通信中心就在这里。第12层，参观台和领航控制中心，可以预约参观。在任何时候，这个太阳系当中总有数百万艘飞船在运行，其中很多都属于阿斯塔指挥部，有些驻扎在你们星球的上方，而且或多或少的处于静止状态，在他们的监测系统上追踪地球。其他的船舰会移动，履行各种职责。我们有小型船舰进行测量活动，也有更远航程的大型船舰能够在太空当中运作，并且可以拜访其他太阳系中的行星。每个基地或者地球上的基地，在任何时候都有个人飞行器悬停在其漩涡中，从而让个人可以即刻进行信息的传递。这个站台或者平台永远不会改变，尽管有关人员可能会因为休息和放松而短暂的离开，稍后再行返回。我们所有的讯号、光束和接触都通过这些单独的联络平台传递给我们的信使。在基地上方的大气层当中，有一个看不见的识别光束，向上投射到高空当中，用于身份的识别。该光束投影辨别某个特定的指挥部及其支援的基地。你们中那些在自己所在地服务的人，请放心，所有参与此计划的人都知道你们在那里。真正的星际飞行器，我们团队的飞行器，在人类光学辨识系统领域中会显示出彩色的灯光，通常是绿色、红色和白色，有时它们会持续地显示为红色或者绿色，有时它们看起来会闪烁。有人问，为什么在天空当中看不到更多的太空飞船？我们想回答的是，他们就在那里。目前，就他们的工作而言，没有必要被这么多人看到。总有一天，他们的巨大舰队、庞大飞船队伍将会在天空中显现，并且会告诉你，我们的心灵与你们的心灵是如此的接近。我们工作的另一阶段已经开始进行。目前，我们希望条件有利于那些内在准备好的人进行或长或短的旅途。我们知道你们都渴望这个。我们不愿让任何人内心失望，但我们必须说，在某些情况下，物质身体无法进行这样的飞行。物质身体必须要处于完美的健康状态，处于某种灵性校准的状态，处于一定程度的灵魂进化、心智警觉和准备的状态。